哎，等等等等，两位提眼生啊，第一次来吧？请问是哪门哪市的人呢？这位是圣爷，圣都新贵，住的宅子都是7金的。哟，7金的宅子，圣都也没几座吧？没有人告诉你们，初次看龙门赛得交入场钱吗？没带，钱财都是下人带的，我们身上怎么会有？想要啊，去梅相府上讨吧。你。欢迎诸位贵客来龙门场观赛。龙门场乃鱼跃龙门之地，今天的2位好汉皆是精挑细选的好手，必定能让诸位一饱眼福。请2位好汉入场。今天这2个盲沟贱民，家中皆有儿女，诸位猜猜，他们谁能赢啊？既然你们已经签了生死文书，老规矩，进阶自愿，生死自负，胜者及其子女可脱离贱籍，得分天地。比试开始！打呀！怎么用力打呀？真没事！今日的龙门赛真是越发无趣了，沛公，我看咱俩还不如去万国香听曲儿呢。嘘，在此处你我就不要直呼其名了。嗨，莫吧，既然闹了鬼，宫里的那位绝不可能踏足这里半步。这倒是。这帮老家伙，就算光看后脑勺，都能认出来。停！停！诸位，此物乃铁拳环，和往日的赤手空拳相斗不同，这2个贱民带上了它，就能拳拳见血，招招致命啊！这回有看头了，这倒是个好主意啊！带上。2位请下注。请下注。我压红的，我也压红的。 2位请下注。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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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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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起来呀！起来呀！起来！继续！ 起来啊！起来呀！起来！起来！这回要输了吧？继续！快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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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甭管事。这袁绍成干什么呢？此前都是赤手空拳，为什么要坏了规矩？袁绍卿，这龙门场上哪来的什么规矩？
贵人们花钱寻开心，我就得尽本分让他们开心，这就是唯一的规矩。快叫停比赛！我。快打呀！你应该再放点肥肉进去切呀。这肉馅儿啊，最好是精中有肥，瘦多就干，肥多就腻。2两瘦1两肥，那才是肉馅中的极品。还有啊，早跟你说了，你这肉摊儿不能只卖肉，还得卖菜，要荤素搭配。你这不卖菜，我还得走整整167步才能走到菜摊儿。对。你去跟姑娘直接表明心意，她若是愿嫁，这门婚事日后我做主了。那好，慢走，下次再来。收摊了，不卖了。我今天不买肉。不买肉，你来我这干嘛？这什么表情？我紧张。紧张？是不是有人要找你麻烦？我紧张，是因为我遇到了心仪之人。心仪之人在哪儿啊？谁啊？你。我想了很久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怕你觉得我唐突。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觉得你与别人不一样，所以经常到你这买肉。我有好多想要说的，这一说……那你就先别说。这样，今夜戌时，青龙桥上，不管你是愿意还是拒绝，我都一直在那等你。白纸之事，以突系之烟焚。你堂堂上书，竟然不能除掉叶平安？你要留着他，坏了我的大局吗？您请息怒，叶平安已经是阎王簿上被勾了名字的人，他进鬼门关之前还可一用。何意？圣上本就有提拔寒门之意。李牧原和我争夺户部尚书的人选，就是宁肯让圣上为了制衡而提拔寒门，也不愿意让我们的人得到尚书之位。季青天的名号可谓如雷贯耳。天龙年间，他曾任大理寺丞，断案如神。1年之内判决涉17000人的积案无一冤诉，有他在，我们想用薛仲山把持盐税的这步棋，就算是废了。您所言甚是。不过换个层面考虑，这圣都关盐商销的路子，到底在谁手里握着？我们只要能断了李氏这条财路，以后他们就没有办法和我们斗了。所以此前我故意让叶平安看到7页谈花图，也是有这番考量。他既然是把好用的刀，就莫要浪费了。用人需看准啊！度量当年也是你提拔进京的，可是转身就投靠了李氏。您大可放心，您只要坐山观虎斗，待到收网之际，还怕找不到让叶平安毙命的机会吗？这花灯又多又好看，都没有你做的好看，就喜欢你做的。卖花灯喽！走，卖花灯喽！
圣上去了龙门场，你帮了袁绍成大忙，他可得好好谢谢你。啊！怎么了？受伤了？我看看。没有，磨得太用力，扭着手腕了。那你这大惊小怪的，要把人吓死啊！就扭了一下手腕，叫这么大声，你也太怕疼了吧你！现在想想，也不知道某人在牢里是怎么过来的。换了我呀，早就什么都找了。听到了吗？可别让才连挑大梁，他一上刑啊，就全都招了。说什么呢你？那彩莲啊，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哎呀，有什么事就跟我们说。没有。你不说我就猜了啊，和我们有关？不是啊，那是跟别的女人有关。那是跟男人有关。男人？哪个臭男人敢欺负你啊？不是欺负，我直接告诉你们吧。袁绍成的那个下属，叫顾文宇那个，喜欢我。这是好事儿啊。那你喜欢他吗？喜不喜欢都是次要的，现在还没让那些恶人付出代价，哪有什么心思想感情？顾文宇一直跟着袁绍成，看得出来做事认真周到，是个踏实的人。这仇要报呢，但生活也得继续。我们这辈子不能只为复仇而活。可我若是跟他在一起了，难道能不向他坦白我的过去？他知道了我的遭遇后，心里会没有疙瘩？他心里有了疙瘩，最后受伤的不还是我吗？彩莲，比起那些不幸的过去，更让我难过的是我从废宅逃出来之后。哎，你们说说吧，是不是这么个理？怎么不绑别人呢？就绑了这些女的，肯定是他们衣着不检点，才会被人盯上的。我听好多人在说呀，那余钱是给了他们钱的，他们贪财就自己留下做了家妓。我看呐，他们本就是青楼出身，见钱眼开去伺候人，没想到被余钱那老贼给烧死了。所以我说呀，这女人就得守妇道，哎，规规矩矩的，是不是？对。我经常会想，活下来又怎么样呢？我们永远背负着这些污名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不敢跟家人团聚。我再也不想要冒任何的险了。平安，你怎么了？平安？没什么，伤口有点痛。爱就是爱，恨就是恨，何必要将两者掺和在一起呢？欺辱我们的是恶人，诽谤我们的是愚人，到头来我们还要自己折磨自己。亲者痛，仇者快，岂不是一样愚昧？可我能怎么办呢？从前朝到大封，虽都民风开放，可只要提到一个女人失去了贞洁，狗屁！贞洁什么的，只是束缚女人的枷锁。自古以来，你见过男人提什么贞洁？你可有给顾文宇答复？去见他一面吧。要说些什么，是接受还是拒绝，选择都在你。但至少，你不能逃避，要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。近日，朔丹来函，可汗长女已到了婚龄，朕允准可召选大封王子与朔丹公主和亲，以缔结双方姻亲之谊。
陛下，自古以来，只有公主和亲，还从未有以王子和亲的先例。若我朝以堂堂男儿和亲，必会留为笑柄，望陛下三思。望陛下三思。哼，笑柄。昔年文成公主远赴外邦，以一己之身保两地和平多年，此等功绩，你们谁能相比？从无先例。朕登基来，早就听倦了。朕能坐上此位，便是先例；朝场女官，便是先例；让王子和亲，亦可是先例。安康，你怎么看？回陛下，臣以为，不论是公主还是王子，以一己换百姓安、士兵回，都不输于将帅之誉，皆乃我大封之荣耀。是臣浅陋，武将军所言甚是。和亲王子当属我大封表率。再有几日，硕丹使臣就要进圣都了。硕丹既有示好之意，要惜盒子，也要扬我大封之威。陛下之命。前面周棚上的李字，看着来头不小啊。是不小，那可是琅琊郡王李宗旭，李大善人开的周棚，他一向乐善好施。去年扬州水患，也是他捐的钱最多。不过依我看啊，他做这些无非是为了替李氏收买人心。无论他是何用意，只要能做利民之举，便是好事。今日朝堂之上，那个袁绍成，我记得他曾经只是个小官，怎么忽然就官至少卿了？凭他的出身，能做到今日这个位置上，自然少不了趋炎附势、攀附权贵啊。像他这样的，在圣都可不少。如此看来，这最黑暗的地方，并非是战场，反而是这繁华之地啊。兄长好不容易能回京享享福，怎么心情如此沉重？我此番回来，不是为了享福，而是来讨债的。哦，讨谁的债？5年前的汴州仓司使，现如今的户部度支司主事徐清。他呀，那我就知道你要讨的是什么债了。今日在大殿上，怎么没有见到父亲？哦，父亲近来染了暑热，一直在病中，这2日才好了许多。知道你今日入京，他一早就命人洒扫府中上下，就等着你回去呢。父亲，你看，这是儿子亲手为你刻的常青树，用的是父亲最喜欢的紫檀木。这不是子承父业了吗？你看你瘦了多好，人也显得高。也许不是你高了，是为父老了。父亲正值壮年，春秋鼎盛，跟着老子一点都不沾边儿。木雕需要耐性，就是要克服掉这从小爱动的毛病，还不错，这手艺大有长进。我打小就看着父亲刻木雕，耳濡目染之下，也学习到了一些皮毛。贤儿，你兄长送你什么好东西了？此乃张押九所铸万川剑，以后便是女儿的佩剑了。不愧是兄长，投其所好。硕丹求亲一事，圣上秘而不宣，非要等你进京之后才公之于众。你们可知是何用意啊？圣上欲以武士结亲，是为了彰显皇权正统，此其一也。其二，制衡之道，犹如木桶取水，李氏与武士的木板不能一头长一头短，
长短一致，这桶中的水方能平稳。此番圣上之举，是想要收回我的兵权。既然你悟到了，那就交换兵权，回圣都好好谋份差事。父亲，儿子带兵习惯了，不适合圣都，也干不好这儿的差事啊。你知道为父为何好木吗？树死木生，人生60亿轮回，周而复始，犹如木之年轮。缘乃天道，亦是人道。你呀，圆融着儿子，还是没有参透。这阵子你就在圣都好好转转，也许能改变看法。贤儿，为父备了冰糖糕，你今日上山，给你母亲送去。女儿还有事，冰糖糕我差下人去送。父亲大病初愈，我跟兄长就不多打扰了。行。哎，一个是圣上跟前的红人，一个是威风八面的将军，这翅膀一硬啊，都不听话了。走吧。兄长这一回来，府里就收了10几张请帖。不过我猜兄长一家也不会去，不如夜里我为兄长接风，顺便为你引荐一位有趣之人。能被你称作有趣之人的可不多见，不知这个人何去之有啊？他呀，被人称作巫医，前段时间出了一桩悬案。你们是？这位是大理寺少卿，要看卷宗。你们要看哪年的卷宗？昭丰2年，御史案。不好意思，我这卷宗的确太多了，没个1、2月的找不出来。卷宗都是按年月存放，怎么会找那么久？你这8成是心里有鬼吧？文宇，带走。别！少卿，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前几年上任之初，确实核对过历年卷宗，看过记录。御史案之后，这卷宗啊，就被当时升任的吏部侍郎海宜平海公给调走了，最后卷宗也没还回来。这其中缘由，我也不敢问呢。少问少想是智慧嘛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样，拿到了吗？那书里看库没几年，卷宗没找到，也没有查到任何调阅的记录。此人谨慎狡猾，会对卷宗下手，并不让人意外，反而更让我确认，卷宗记录的内容必有蹊跷。对了，龙门场的事情，谢谢了。撤了。少卿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是海尚书拿走的卷宗？是不想让他对付海公，和你站在对立面吗？不是因为这个，是时候还不到。我要利用梅党，抗衡李世远，扰乱严家之事尚未查明，不能让他乱了我的布局。霓裳打探到了吗？他呀，灌了吏部书令室那老头不少酒，才问出当年看管案牍库的书吏因渎职被罢免了。谁下的令？海宜平。父亲在雕刻什么？千秋歌，千秋万岁之意。若圣上喜欢，待佳节便献给圣上；若不喜欢，为父
只能自己留着了。精雕细琢，在这紫檀木上雕好千秋阁，恐怕得花上1年的功夫。到时圣上见了父亲这份心意，必定龙颜大悦。仙儿，明日你总该有时间上山去看看你母亲了吧？女儿还有些公家之事未了，明日亦不得闲。你年幼之时，你母亲便进山修道，委屈冷落了你。你心里若有怨，就怨为父吧。父亲说笑了，若不是当年父亲赏识女儿的策论，带我觐见圣上，女儿又怎会有今日呢？父亲身体还未好全，早些休息吧。从此以后，不许再提娘娘。起来，起来，随你。顾文宇，你这个花灯倒是挺别致的。昨夜等你的时候买了一个，后来我觉得还是自己亲手做比较有意义。但我这手笨，就给做成这样了。送你的。你看，这月影美吗？很美啊。那现在呢？其实很多你觉得美好的东西，全部都是假象。我也一样，我知道，如果我一直犹豫不决，不给你一个答案，你跟我都不会高兴的。顾文宇，从今往后，我的肉铺谁都可以来，但你不行。我不会跟你在一起的。你的顾虑是和玉石案有关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还知道什么？是不是袁绍成？你先让我把话说完，好吗？我从出生起便是贱民。12岁那年，我被人从盲沟买走，就被关进了一座宅子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。只要犯错，就是一顿毒打。我阿娘担心我呀，她就跑过来看我。她只是想看我一眼，就被买我的那个狗贼给打死了。我冲上去跟他拼命，若不是少卿救了我，我真不知道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。所以假象也好，真相也罢，过去的经历都是我们的一部分，不用逃避。我从来就没有逃避过。这些年我一直想要回家，想要跟我阿爷相认，但是我不敢，我也不能。我只能每天带着阿爷送我的吊坠，假装他还在我身边一样。顾文宇，我跟你都生活在痛苦之中，你帮不了我，就像我也帮不了你一样。
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但我对你不仅有喜欢，还有敬意，所以你以后不论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，我都希望一直陪着你。